5月27日，肖战昨晚参与6神品牌举办的直播活动，以清爽造型亮相。当主持人说他拍广告都是穿着衣服洗澡，他立马胡说八道的接话：“这是我的个人习惯，他真的不会让话掉在地上。”还有主持人说快递盒上是肖战家地址，肖战立刻开眼：“我要赶快涂掉。”和主持人玩投弹游戏，没投进去，他就说这是他制作的节目效果。这个肖战太调皮了，又投了几次，时进时不进，他就说剪掉，结果6神真的给他剪了，拼了个100发100中的视频。然后肖战还说自己太厉害了，一次性全中，哈哈哈！谁说肖战不好笑？北京卫视将于5月28日播出《藏海传》，还没在北京卫视开播，小北北已经开始放肖战的采访了，看得出来他很心急了。毕竟肖战就是北北的收视保障。之前有个北京街头采访，北京台的观众都很喜欢肖战的，给大家看看《藏海传》究竟有多出圈，有多火。第一个是台湾名嘴，在政论节目结束闲聊的时候，看其他嘉宾推荐《藏海传》，真好看，真保政客都觉得《藏海传》的权谋讲得好，《藏海传》这是真破圈了。而且郭正亮说他看到16集了，他要是看了今晚20集的送礼，估计的跳起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媲美琅琊榜是台湾名嘴亮哥说的哦。媲美琅琊榜，那我也要看。哇！不服你去骂他，就不能骂我们《藏海传》了哦。第二个是最近特别火的那个吃饭总是哇哦的韩国霸总。이분 누구세요? 너무 잘생겼죠. 저 이분。他也在追《藏海传》，一个劲夸肖战好帅，剧好看，他还学起中文了。在公司看了一个通宵，眼睛都看肿了，哎，看。第三个是抖音上的千万级大网红 K 总，他说为了看《藏海传》停播1天，带着全公司一起追剧。K 总还顺带剧个透，给员工报销个会员，《藏海传》真全民追剧。剧方今天上午已释出第21集片尾新惊喜，看了新片尾，给我的感觉全是高端局，也就是说，《藏海传》前20集是谋权，后20集是权谋。有网友说，想到后20集，藏海要复仇成功，走到穿红袍拿护板上朝入阁，要斗智斗勇，守住清明，这一路需要经历什么？整个人又好像心疼又兴奋。目前，《藏海传》的平台拉新年榜第8了，《藏海传》并以云和28.2%登顶，是2025年目前所有剧集云和占比最高剧集。5月26日，《藏海传》收视率方面，有网友分析，今天的平均值 1.6527， 峰值 2.0267， 通常星期一会小跌，这是意料之中，大家不用焦虑。而且虽然数字上看是跌的，但市占率过10%了。第20集真的好好看，尤其给永荣送礼那段拍得好有深度，送礼真是大学问。这个新出现的永荣感觉特别不好难噎，藏海好像都还没完全骗住他。从平津侯到曹公公再到永荣王爷，越晚出现的人物越难缠，越来越好看了。昨天晚上我做完影片后刷微博，看到有网友分享抖音网红聊肖战，说他拍《藏海传》期间的拍摄花絮，说肖战高烧39度仍坚持拍戏一整天，而且肖战发烧到走路都打晃，还在和团队沟通拍摄细节。原来肖战发高烧那天，从凌晨5点连轴拍到晚上12点，那些看不到的幕后付出，超级敬业和对戏剧的专注奉献，肖战的每一个作品都值得最大的疼爱。希望爱他的人不会辜负他的每一份心血，他对得起所有人。还有网友说，为什么藏海期间身体不好？射雕增重，拍摄环境我们也知道很艰苦，很累，他的戏份也很重。杀青有1周吗？为了贴合角色，从武将变成文官，快速减重瘦成藏海，我都不说佩服这个毅力了，都知道这对身体的伤害有多大，免疫力下降，生病断断续续太正常了。他不是一个唯结果论的人，他永远享受过程。这些年也能发现他物欲低的是心不重，对自己极端的要求无非是他的处世之道。再辛苦作品不爆不红，谁也不会知道。我觉得至少喜欢他的人得知道，得珍惜。追星能不在乎结果只享受过程的真的很少，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有时候可不一样。我只能顾得了自己吧，我永远都不会说不期待他的作品。追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永远记得我的初衷。说回昨晚剧情，
永荣王爷看着倒是跟昨晚高端局的复盘是一致的，虽然刻薄傲慢，但其实还是在给了藏海一些东西，以及提点他一些势力范围。有网友分析，永荣应该只是单纯在争夺皇位，归喜案件里他确实是个旁观者，不是藏海的仇人。永荣的目的非常纯粹，皇帝无子，所以继承人只能兄终弟及，但弟有2个，同样是小宗入大宗。永荣跟皇帝同父同母，是血缘上最近的小宗。临淄王是太后亲子，是礼法上最近的小宗。永荣能留在京城不发配就藩，还能光明正大的举办百官宴会，还能随意进内阁，说明他其实就是皇帝默认的继承人。能进他宴会的都是隐形太子班底，而永荣前不久才在内阁听说了藏海是个幕僚引荐出头的小官，赶去清查权贵以丧葬名义圈地，搞土地兼并，赶去动地主门阀的蛋糕。内阁派出的中央那傻组还打算用藏海的名单查贪腐。藏海这么闹下去，搞出来的权贵动荡，最后肯定会影响自己的班底。既然如此，永荣就必须要见见藏海。八字只是个借口，永荣就是想看这人对他是有利还是有弊，有利就留，不利就杀。结果真看过了，发现藏海居然是来投诚的，被他几近羞辱都在坚持讨好他。又发现藏海既对堪舆风水和文玩事务上很厉害，再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上很有一套，于是给了他一个机会。最狠的杀机在宴会前，宴会本身没有多危险，就是个拿酒色财气来进行利益联络拓展人脉的宴会，不是金杯共如饮的杀人宴。带藏海的目的也是让他看看哪些人是永荣的隐形太子党，让他干事悠着点，先拿钱钦天监监正的死因来威胁藏海，又提你不配合就给你调走，还给他灌烈酒铺。藏海表现的其实不错，从头到尾伏低做小，拿永荣当顺毛驴疯狂摸，除了帮香案图那一把的时候，让永荣警惕心拉倒极致，但六出老师也主动出来顶替了香案图，糊弄过去了。藏海的目的就更很纯粹了，他就是纯去查案的，搞来股钱也好，咬文嚼字拿刊物文玩夸永荣王爷也好，只是为了混进永荣圈子里找信息，归喜和蒯夺的话题，也是故意在顺着永荣话赶话，从不主动问什么，句句有回应，也句句能说通。永荣也对鬼喜的态度表达得非常明显，他因为先帝的死因忌惮鬼喜，但现在不值得用鬼喜影响他的宴会。永荣本人不希望宴会闹得不好看，藏海既然全程能吃下和羞辱，就只警告威胁了藏海2句放过了，很多事情都懒得较真。看到这里，你觉得永荣王爷会是藏海的杀父仇人吗？快乐就是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。